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伟崇，欢迎来到 AI 办公赋能课堂。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用 AI 帮你组织汇报话术，搞定领导与客户。在工作当中，我们会有非常多汇报、沟通、谈判的场景。很多人呢，不知道如何清晰的将自己的观点跟思路呢表达出来，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接下来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案例来感受一下，同样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向领导汇报。首先，小 A 是这样子来汇报的，他说领导，我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我拿到了上个季度公司给我的销量报表，我们产品呢卖得非常的好，供不应求，市场占有率呢领先。然后呢，我得到消息，咱们原材料涨价了30%，导致了我们利润空间降低了。刚才呢，物流公司也打电话说要提价，我比较了几家公司的价格，没有办法说服他不涨价。而且呢，我们的竞品最近也要涨价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涨价20%。这是资料，你看一下。好，那么听到这里，大家知道小 A 他想要表达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吗？没错，其实呢就是涨价，对吧？此时呢，站在领导的角度，前面呢虽然讲了很多看似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呢，他不知道或知道这些信息之后，他要做什么，他能帮到你什么。所以呢，这种汇报的方式经常呢会被领导吐槽，汇报呢没有重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小 C 的汇报。领导，我认为我们产品应该涨价20%，原因呢有3点。第一呢，原材料最近涨价30%，物流成本呢也上调了。第二呢，竞品品牌也调价了10%到15%，我们应该跟进。第三呢，上一个季度供不应求，提价可以缓解生产的压力。而且呢，我做过调研，之前 A 品牌也利用提高价格，营造了自己品牌的形象，这个策略呢是成功的。综上呢，我们产品应该涨价20%，并且呢超过竞品。领导，你觉得这个方案是否可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来对比一下小 C 的汇报思路，相比于小 A 来说，都是汇报同样的事情，是不是他的思路会更加清晰一些呢？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把自己要表达的内容更好的梳理出来呢？当然有。其实在这里面呢，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思考框架，叫做 PREP。 什么意思呢？ PREP 指的就是你要先说明你的观点跟立场，然后呢阐述你的理由来佐证你的观点，并且呢，你要证明你这个理由它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具体支撑的案例或数据来支撑你这个理由的。最后呢，返回我们原有的立场。好，我们用这个结构呢，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表达。首先，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要涨价，原因有3个：原材料涨价、竞品调价、生产压力。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理由，用来支撑涨价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个理由到底有没有道理？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佐证刚才的理由。最后呢，回到我们这一个观点。那么知道了这一个汇报模型之后呢，很多人在工作当中还是不知道如何来运用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利用 AI， 利用这一些知识模型来给到我们一些答案，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同时呢，也是引导 AI 给到我们更加想要的答案。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呢是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近期有一场行业展会，你想借此机会呢推广公司的新产品。现在呢，你要说服领导支持你参加这一个展会，并且呢，给到你一些相应的人手、资金方面的支持，你会如何向领导来汇报呢？如果之前你不知道如何来组织这个语言，接下来呢，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好，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提问。现在呢，我教你一个汇报框架，叫做 PREP。P 代表的是观点， R 代表的是理由， E 代表的是案例。P 呢，再次回到我们最初的观点。如果你理解了这一个框架和字母的含义的话呢，可以回复我一个知道。AI 呢告诉我已经学会了。
接下来呢，再组织我们自己的需求，通过提问的方式呢，让 AI 给我们来答案。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的身份是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最近有一个行业展会，你想借此呢推广新产品，要说服领导支持你参加这个展会。现在呢，用我教给你的 PREP 的结构，组织一段向领导汇报的话术。这里面呢有2个要求，第一 ，PREP 4个要素呢都要包含在内，并且呢在理由当中至少要给出3个理由，并且呢要有理有据。好，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 AI 返回来给我们的答案。尊敬的领导，最近呢我们要参加一个展会，我想借此呢推广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下面呢是我的汇报。首先呢，我觉得参加这一次展会是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开拓市场、推广新产品的重要机会。OK， 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好，理由是什么呢？第一，这个展会呢能够给我们提供新产品展示的平台，并且呢你做过市场数据的调研，参加展会呢能够有效的提高曝光度跟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目标用户呢来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第2个理由呢，是可以在展会当中跟同行业的企业互动交流，了解最新的市场动态跟技术的趋势，调整我们研发的方向，保持市场的竞争力。理由3呢，参加这次展会，我们可以将一些现有的客户呢进行联系和沟通，让他们来到我们这一个现场当中，维护好客户的关系，提高满意度。那么这些理由有没有一些案例支撑呢？其实去年我们参加过一个同行业的展会，展示了我们新的产品线。在这个展会上面呢，我们吸引了很多的客户来咨询，包括一些目前跟我们合作非常重要的商业合作伙伴，也是在那一次的展会当中所认识的。最终呢，我们还签下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订单。所以呢，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应该参加这次行业的展会，希望呢领导能够给到我一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那么经过这样一个梳理，是不是整一个结构非常的清晰呢？无论是我们把这段话术用文字的形式发给领导，还是我们面对面进行交流，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捋清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思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比如说现在呢，你是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近期呢要到各所高校进行校园的招聘，现在呢要说服学生来应聘你们的公司，那么你应该如何组织这样一个语言，或者说如何组织你说话的这样一个结构呢？好，那么用我们刚才所学的 PREP 框架一起来验证一下。前面呢我们已经做好了调教，那么提问的方式呢跟刚才也是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回答。首先，观点呢是我们公司正是为你们提供实现这些梦想的机会，并且呢阐述了公司的一些价值观。然后呢，为什么加入公司有3个理由。第一个呢，公司具有良好的公司文化跟价值观，然后呢这里面是对于公司价值观的一些阐述。第二个呢，公司能够提供优厚的薪酬福利和完善的职业发展体系，在这里面呢，能够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等等等等。第3个呢，公司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行业声誉，在这里面呢，可以得到急速的发展。最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观点，让学员呢来应聘我们的公司。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框架，每一个模块呢，我们都可以补充公司相关的案例跟素材。这样的话呢，一份 PPT 的结构其实也已经搭建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 PREP 这个结构呢，非常适合用来汇报、表达自己的观点。除了 PREP 的结构之外呢，其实还有非常多经典的思考模型，比如说像 SCQA、PDCA、麦肯锡框架、AIDA、5W2H、FAB 等等等等，不同的框架，它的适用场景呢也不一样。如果说我们能够熟悉这些框架，就能够用这些框架的思维来引导 AI 更好的给到我们更加精确的答案，让最终的结果呢为我们所用。感兴趣的同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上面所展示的思考模型哦。
而它使用的方法呢也是一样的，先调教 AI 学会这个模型，然后呢再按照我们在最开始讲到的提问的结构去进行发问，最终呢逐步引导出我们想要的结果。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的内容，你都学会了吗？